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车载充电器的评测，就是我手上这一款华为的88瓦的车载充电器。听说这个车载充电器很牛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的是这个车充不仅支持华为的私有协议的88瓦，还有融合快充88瓦，还有 PPS 的88瓦。我现在也不确定，测了就知道了。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的风格就是测试和拆解分开做，就是为了把数据测试详细一点，把拆解做得更明了。话不多说，先开箱这个华为88瓦全能车充。包装盒白色，有红色点缀，华为的 logo， 全能车载充电器 Max 88瓦，这是华为快充的标识。背后的话，这是产品的几个特点，这里是规格信息，这里是制造商信息，盒子底部是条码信息。华为的正品配件，这个封条上面是有英文 logo 的，这是产品的一个说明书，这是3包卡，附赠了一根黑色的6安的数据线。这个数据线的话，我们前面拆解过的，有需要看的可以去我主页看一下数据线拆解，里面有这个一根白色的6安线的拆解，跟这个是一样的啊。这一期我们就不拆它了。车充和数据线装在一个卡子里面，然后这是车充本体，充电器连外包装，连数据线一起的重量 104.7 克，单充电头的重量38克，单数据线的重量 32.2 克，车充的总高度75毫米，车充的直径35毫米，这下面的话就是标准的20毫米，标准的点烟孔的直径。整个充电器的话就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结构，这边是华为快充的标识，2维码信息， CQC 的认证信息，循环10年，华为的 logo， 这边是88瓦的标识，然后这边是规格信息，华为全能车载充电器，产品型号 P0015， 输入电压12至24伏，输出的话 C1 口，最大功率20伏 4.4 安，也就是88瓦。USB A 口输出最大功率20伏 4.4 安，也是88瓦。USB A2 口最大功率30瓦，总功率输出的话，最大功率也就是88瓦。这里是华为终端公司，然后这是产品的 SN 码，配置了一个融合快充的接口，一个 USB A 口。融合快充内部的舌片为橙色， USB A 口内部舌片为黑色，这上面有88的标识，20伏 4.4 安，这个是10伏3安 Max。 充电器这旁边就是一圈灯光映射区域。外观部分看完了，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老规矩，测试之前我们先看它的充电协议，这个是 Type-C 1口充电协议的情况，它有融合快充 UFCS 88瓦的档位，5伏至10伏的 6.6 安，然后10伏至11伏的6安，11伏至20伏的 4.4 安，还有20伏至21伏的 4.2 安。融合快充一共4个档位，兼容的型号就更多。华为 FCP 的5伏、9伏、12伏，最大功率18瓦。SCP 档位5伏至21伏 0.03 安至6安，这个是 SCP 华为私有协议的88瓦档位。QC 2.0 的5伏、9伏， PD 3.0 88瓦， PPS QC5。PD 3.0 一共有5个档位，最高档位20伏 4.4 安，也就是88瓦。PPS 的话 5.5 至21伏的 4.4 安，这个协议很不错的。然后这个 DCP 就是基础功率，然后这一个充电口就是融合快充的 USB A 口的协议，有 UFCS 88瓦。档位的话一样的是4个档位， FCP 5伏、9伏、12伏，最高18瓦功率。华为私有协议 SCP 档位5伏至21伏的88瓦，然后 QC 2.0 的5伏、9伏，这个 DCP 就是基础功率。跟融合快充的 C 口区别就是没有了 PD 协议。USB A2 口的话，它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 UFCS 30瓦的功率的一个档位，5伏至10伏的3安，还有5伏至11伏的 2.7 安，这一个用来兼容绿厂和蓝厂的融合快充，非常不错的啊。FCP 5伏、9伏、12伏，最高功率18瓦。SCP 5伏至11伏，最高功率30瓦，这个是华为私有协议的一个30瓦。然后 QC 2.0 的5伏、9伏，然后 DCP 就是基础功率。我们先用华为的手机来测试充电，这一个荣耀 X50， 我们来测试它的小功率的 USB 口的一个功率的情况。这个手机目前还有 10% 的电量，我们直接采集数据看它的功率。这个手机现在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这一个曲线图看起来的话，整个一个充电过程平均功率在20瓦左右的样子，这是 90% 以后它开始逐渐的下降功率。整个充电时间的话，一共花了1小时40多分钟，也不是特别的快啊。
这是用的30瓦的那一个充电口。最高的峰值功率的时候，它有25瓦，这是只是一个峰值功率，只有大概1分钟的时间啊。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看到这一个充电器真正的充电水平。最高温度就是个39度。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荣耀100这个型号的手机来测试它的大功率。现在这个手机的电还有16%，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充电时间的话，一共是用了36分钟就把电充满了。从最初的功率爬升到峰值功率80瓦，然后80瓦只坚持了几十秒钟，就降为73瓦左右的功率，充了1分钟左右，然后就降为52瓦左右的功率，充了大概2-3分钟，然后就功率的话就一直在32瓦左右的功率，一直充到90%，然后它逐渐的下降功率到充满。整个充电过程最高的80瓦只有30秒钟的时间，所以说如果是看它的最高功率的话没什么意义，像这种看曲线图的话还是比较直观一点。温度的话大家看一下， DC 转 DC 的车载充电器一般的温度都不是很高，最高温度 39.6， 也就是40度不到。我们室内的温度27度左右。这部手机是 vivo 的 iQOO Z7，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融合快充的功率。现在这个手机还有 8% 的电，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这个充电曲线图就是一个标准的 UFCS 融合快充的一个曲线图。起始功率的话23瓦，然后充到最后的话就是27瓦的功率，缓慢上升功率的一个过程，充到 95%， 逐渐的下降功率。整个充电时间一共花了45分钟时间就把电充满了。然后温度的话，这个温度也不高啊，最高温度也就 36.5 度。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6度左右。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我们用这个12 Pro Max。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直接采集数据。这个手机现在已经充到 96% 的电了，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电的状态，1分多钟充开机过后，功率就升到22瓦左右的功率，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从第16分钟开始，它就有功率波动的情况，这个也是一个强拉功率的情况啊。然后在第32分钟的时候就降到19瓦的功率，充了大概8分钟时间，然后降到13瓦的功率，又充了6分钟时间，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充到 80%。从没有电充到 80%， 只用了55分钟。它这个充电曲线图的话，它就少了一个阶梯。标准的苹果充电曲线图有4个阶梯，但是这只有3个，所以说它这个功率比苹果的原装充电器它还要稍微快一点点。然后我们看一下温度图，最高温度也只有36度左右。DC 转 DC 的充电器温度不是很高的，咱们今天室内温度27度左右。小米手机的充电测试，我们还是用这个红米的 Loto 11T Pro 来测试一下，只能显示快速充电，真实的充电功率的话也就是个15瓦左右啊。这些充电器的话它是不支持小米的私有协议的，所以说走一个公版的 PD 协议，真实功率的话就没有多高。三星手机这一个 Loto 10加，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充电功率，这个功率还是不错的啊，有30瓦、31瓦、33瓦、35瓦的功率是可以启动的。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就不采集这个数据了。我们现在就是测试这一个充电器的最大功率，它的满功率烤机的情况，我们只能用 PD 来拉它的最大功率。因为私有协议的话，它的最大功率只有2-3分钟的持续时间。PD 的话，我们看它能持续多久，我们来看看它的最高温度有多少。咱们这个充电站目前是没有电的状态，直接启动 PD 3.0 88瓦，实际的真实功率是85瓦。这个车载充电器还是不适合长时间的大功率输出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就知道了啊。这个满功率输出大概7分钟、8分钟的时候，温度就飙到59度，它就启动了过温保护，然后把功率降到53瓦，然后又升功率，升到85瓦，功率一升，温度又高了，它又降功率，就这样起起伏伏的。充了1个小时，充了43个电进去。刚刚这个大功率的满功率测试，大家也看到了。如果它这个长时间的大功率工作的话，这个车充的话就会启动温度保护。这个充电器它的质量怎么样？输出的直流究竟纯不纯净？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一共5个档位，我们全部都测试它的负载文波。
现在就是这个充电器15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的情况。最高的文波只有 14.1 毫伏，这个文波表现非常不错啊。9伏3安27瓦的功率，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文波是多少。最高的时候 12.8 毫伏，这个文波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啊。12伏3安36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9.3 毫伏。这是这个充电器15伏3安45瓦功率的时候，最高的时候 33.2 毫伏。这就是华为的车载充电器，文波非常不错啊。这就是这个华为车充最高功率88瓦功率的时候，它的文波的情况，大家看一下。最高的时候只有 76.6 毫伏，文波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这是它的最高文波。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它的双口同时输出的情况。首先我们来试一下2个 USB-A 口接2部华为手机会是什么样的功率。首先我们启动最大的功率，这个是荣耀100，现在它的真实功率已经攀升到52瓦左右，也就是私有协议的啊。然后我们再接上一部荣耀90，不会断连的啊。接上去它的这一个大功率的口子也没有出现断连，功率的话它也没有降，还是53瓦左右的真实功率。小功率的 USB-A 口，它的功率也在继续的攀升，真实功率在24瓦的样子。这就是2个 USB-A 口它的私有协议输出功率的情况。拔掉小功率的口子，这个也不会断连，功率也没变。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Type-C 口加 USB-A 口的一个功率输出的情况。我们先启动 Type-C 口的88瓦，真实功率在84瓦的样子。USB-A 口的话，我们还是接上这一个荣耀90，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功率，看这个功率会不会断连。荣耀90，这个功率还是没变啊，还是84瓦。这边的话，功率还在继续的上涨。USB-A 口的功率在15瓦左右， Type-C 口的功率还是继续的84瓦，总功率的话上到100瓦去了，比它标称的功率高了10几瓦功率出来。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这一个车充的双口功率分配的情况。经过这一轮测试下来，大家看到这一个华为88瓦车充温控不错，一般充手机基本上就是没有温度，大功率温度保护很及时。兼容性的话，随着越来越多的手机支持融合快充，肯定是越来越好的。文波控制也很到位，最高的文波也没有超过80毫伏。双口同时快充，它不断流，应付笔记本应急充电的话也不在话下。毕竟启动过温保护，它的 PD 最大功率也有53瓦的真实功率。喜欢咱们视频的老铁们，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哦！谢谢各位老铁一直以来的支持。这几天咱们在搞装修，视频更新的进度的话会很慢，请大家见谅。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